赖清德520啊就职1周年了，最近呢比较接受媒体的访问啊。那第一个接受日本媒体专访啊，他说这个他有这个4个意图啊，说要解决啊这个。他说：“因为川普会这样的，第一个要解决这个财政，第二个中国的威胁，第三个要成为 AI 的这个领导，第4个要世界和平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等于向日本诉苦了啊。那后来又说呢，这个他愿意啊，要跟习近平啊吃晚餐啊，共进晚餐啊。那大陆国台办就说这是痴人说梦了，谁要跟你吃晚餐啊？”那基本上呢，你这个都想要改变两岸同处一中啊，这个历史跟法理的事实哈，而且呢搞2国论啊，所以呢这个阴谋不会得逞的啊。那而且赖清德呢，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的立场，是两岸和平的破坏者以及台海危机的制造者。我要跟你吃晚餐啊。王世坚委员是说呢，哎呀。虽然国台办骂赖清德，但是两岸还是有善意的底线的哈，还没有到了这个完全撕破脸的地步了啊。那民进党呢，也就是你国台办这样讲赖清德呢，无助于两岸健康有序的发展啊，这吴征发言人讲的哈。那另外呢，民进党现在也是呢，这个如果党公职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话呢，事先要有报备，然后另外呢，如果有不法的接触，也要主动报告我接触了谁，或者谁来接触了我。我们看一下。互相视为敌对势力，两边互相讲出来的话会好听吗？果真如此，委员说对了。王世坚到党中央开会，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专访提到，盼能与习近平共进晚餐，但对岸又给了一个大大的软钉子。赖清德的想法痴人说梦，这样的阴谋绝不会得逞。指控来去攻击赖清德总统，那我想总统。他的态度就是非常的稳定，中方交流保持继续的善意，强调要保持善意交流，但为了防止大陆渗透，民进党中执会上也通过党公职附录纳管办法。在全世界，只要接触到中国人或中国人派遣的相关的人士，谈及相关的机密的事宜，就要有报备的程序。民进党要做一个率先的表率，要做到事前报备、事后报告，而同时行政院也加快脚步，政务人员跟约聘人员。机要人员都纳进来，那会形成一个比较安全的体系。那我们算这个大概算起来中央中央大概有2300多人。那伟山。是，现在确实中国看来是没有什么善意的状况之下，我们台湾还是持续的表达我们善意。当然交流一定是好的，可是问题是前提是这个中国必须跟我们对等平等的关系。可是现在看起来中国是做不到，那也不愿意，甚至是这个大棒子拿得更高的这个状态。那台湾当然要想办法保卫自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立法院确实是失能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捍卫我们自己，不管是预算上面、国防预算上面的稀缺，或者说在很多法案上面必须要赶快完备这个漏洞也好，现在真的都做不到。在蓝白在立法院多数的状况之下，我们很难跟他们沟通，去要求把台湾的防疫线建立起来。我们随便讲讲，我们讲这个立委要附中要纳管这个条例好了，目前到现在已经被在程序委员会被挡了319次，那如果是这个国安10法被挡了377次，所以这么多的法案其实都没有办法过关。我们只是在质疑说，到底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希望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以跟全台湾的民众站在一起，因为抗共才是主流的民意。真的不要在民意上面站错边。人民看到的是说，感受到的是中国不断以来的威胁，不管是这个战机扰台，或者是各个战舰扰台一样，我们都会觉得说中国对我们完全没有善意。其实刚刚教育部长也讲的没有错，就是现在确实是一个橙色警戒的状态，他是呼吁说，大家如果真的要去中国，确实要小心，尤其是学生交流上面，因为学生在保卫自己上面，可能恐怕比起成年人还是比较弱。如果独生去了、只身去了，或者说没有一个大人在旁边保护的状况下，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中国现在只要有任何理由都可以去拘留台湾人，甚至是关押台湾人，甚至是消失。所以我们当然会担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善意的劝告，并不是说要强力的阻挠。每一个人在台湾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民主国家，你今天身为台湾的公民，你想要去到对岸，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阻止。但是就为一个这个执政者的角度，当然是我们该去提醒你的事情，一定要提醒。所以还是呼吁这个我们在立法院很多的法案，我们当然还是要尽快过关，否则我们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那一真。
刚刚伟山说这个交流一定是好的哈，但我觉得这个话一定要说给邱垂正听，一定要说给郑义耀听，甚至说给赖清德听，因为他们释放出来的消息就不是这样嘛。你看吴峥他在说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呢全面要跟在野党来作对的，就是所谓的执政党嘛。那更有趣的是呢，赖清德总统他以往哈，这个我们可能看到历届的总统在就职周年的时候要接受访问，可能都是这个欧美的媒体，但他第一个接受的是日本的媒体，这个倒值得蛮令人玩味的，是这个美国不太想理他呢，还是他不想理美国？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是不是也要稍微再说明清楚？那再来呢？其实赖政府真的一直很没有自信心啊。大陆的调子大概就是这样，从陈水扁到马英九，再到蔡英文，到现在赖清德。大陆的调子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为什么马英九以往能够做到这么好的两岸交流，赖清德却做不到？蒋万安要做双城论坛，马英九邀马龙来台，还有欧阳娜娜等等这些艺人稍微去大陆做一些宣传，结果赖清德的玻璃心就完全的破掉。那下一步呢？是不是就像我们蓝萱姐讲的，更紧缩？下一步是不是会连这个抖音啊、微信啊都也禁掉？或者说再更下一步，会不会说，那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如果是民国几年来台湾的，全部都赶回大陆，所以你就看到现在陆委会跟这个教育部完全就没有事情做嘛，反正对岸也不理你，也不要跟你交流，那你就说那我们也就不要做交流。当初成立陆委会，可是要因应所谓的两岸交流，所以奉劝一下陆委会，也不用去这个立法院备询了，干脆整个陆委会就裁掉就算了。那你再回来看这个赖清德政府他刚刚还说我们初步锁定台湾20几位艺人，然后呢要就他们这些言论啊，就这些行为，要文化部做第一波的处理。这不就是妥妥的民进党最讨厌的中宣部吗？所以现在赖清德政府这些陆委会、这些教育部，就像台版的中宣部，你要做言论审查，你要做行为审查，你要去看欧阳娜娜她在微信上 PO 了什么，你要看周明轩他的 YT PO 了什么，你可不可以做一点正事好不好？那再来邱垂正就说我们欢迎所有的艺人赴这些世界各地去做发展，也尊重你们去中国大陆工作，但是如果你们讲了什么话，我就对你怎么样，我就要法办，我就要怎样？这个不就像那个最会情勒的人吗？就说你可以去但是呢，你不能拿美国的国旗，你不能拿中国的国旗，你不能讲英文，然后甚至如果你去美国发展，你也可能说，你不要去讲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就是非常的情勒。那甚至邱垂正还说，这些艺人啊拥有的知名度跟影响力，它都是台湾社会的支持跟培育所以你不要做这些不适当的行为，这就是情勒嘛。就像爸妈就说，我生你，我养你，我教育你，我给你这么好的教育，不是让你去跟这个男生或女生结婚的。这个赖清德政府就是完全不合格的情勒政府。因为马英九就是因为他太过亲中，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在下野的时候，他的民调就只有9%。那我还是要看看赖清德现在的民调已经掉到几趴了？真的就是赖清德的民调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如果要理性探讨，就不要动辄扣别人帽子，说国会失能啊怎么样？如果要失能的话，我不是讲说赖清德整个政府都失能了吗？我觉得真的不要用那种扣帽子的一个方式。譬如说刚刚伟山要提到，立法院要立一个副总要登录，立法院要跟谁登录？跟谁报告？立法院向陆委会报告吗？向陆委会登录吗？你开玩笑，国会是向陆委会负责的吗？所以当民进党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还要设国安法庭的时候，这个真的对于行政、立法甚至五权分立的都完全搞不清楚嘛。那另外一个，全世界抗中抗共是主流，那川普就是变成末流喽。川普最正才说，他最尊正的是习近平，还准备要跟习近平打电话，甚至要访问中国大陆。他碰面的时候，那习近平真是大逆不道跟全世界的主流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当赖清德赖总统即将520就职演说，本来过去大家都在看520就职演说满周年，人家要看第一个两个议题嘛，台美关系怎么样？第二个两岸关系怎么样？所以你当赖总统讲说希望两岸要交流，你就感觉给人家说讲一套说一套嘛。你底下的都是一些战狼部长啊，你的教育部长说两岸的学术交流要禁止。那接下来你的陆委会主委讲说，要彻查这些艺人的部分，老讲这都属于言论自由。你用哪一条法规你去查他们？第三个，你陆委会副主委讲说两岸要健康交流，请问要怎么做健康嘛？目前有两岸的机制，包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还有相关的法令在那里。你难道定更多的法案吗？所以我就是这样，这怎么评价一个政府到底有没有在正常运作，还是真正失能？就说你两岸关系怎么去做定位？你真的回到过去两岸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时候吗？
然后我觉得说，当总统讲说脱中入北的时候，美国有没有要脱中啊？结果你要脱中，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对中贸易大概有30%，你30%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个政府要解释清楚，否则人民会惶惶不安。你的总召每一天都常常就跑去对岸跟对方见面呢。每一天，对这个是造谣王。民进党前一阵子这个共谍案，我们看到他们的处置是什么？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他是不是有经济困难？那我们来演你一个经济补助计划，我听到我下巴都掉下来了。你要检讨的不是应该是民进党，或者是在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政府里面，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不是去检讨说，他是不是需要钱？那我们来一个补助计划。所以我相信，不管是立法院，或者是像我们市议员在议会里面一样，我们都有收到公文，在讲说什么去大陆要报备登记什么东西的，这个也没有法律效益。说真的，你不报备，你不登记，也不能怎么样。所以，当民进党一直不断在操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大国的政治角力的风向到底是如此，台湾要不要跟上？刚刚前面赵大哥讲到，这个赖清德接受日媒的专访的时候，他其实里面有很多是逻辑根本不通的地方。比方说，他说这个关税的问题是因为美国要让人民减税，可是他们自己智库的副董事长童子贤不就讲吗？占总税收才1.6%是来自于关税收入，美国一年是要5兆美元哦，它只有840亿，就算给你乘1倍又怎么样？所以我要讲的是，当今天美国的论述其实是有矛盾点的时候，赖清德完全不顾一切，就是只是去附送美国的论述，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大的危险。那讲回来，刚刚前面的，到底两岸交流如何？他们现在是玩两面手法嘛？下面的用法律来恐吓你，你看这个艺人怎么样，你被盯上了；上面你的总统可以说，我想跟习近平喝珍珠奶茶吃晚餐，这不是两面手法吗？到底什么才是标准？两岸你再高的围墙都挡不住人民的交流了。柏林不是一个例子吗？过去的柏林，现在的北韩，都是证明给你看说，你再高的围墙挡不住人民的交流。而我认为学生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学生学术交流到世界各地，你现在单独说你只能跟民主同盟国家交流，那以前去大陆读书的这些人怎么办？台湾有多少的成功企业家是去大陆读书的，在大陆结交到好朋友的，甚至在大陆学到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拿出自己的自信心。这几天这个周末，我有个澳洲的朋友来台北。他虽然是澳洲人，但他是中国血统。来到台湾，他跟我说：“你知道我们以前都看你们的偶像剧长大的，哇，原来这个就是士林夜市。”他对于台湾是有相当的憧憬的。我们是有能力、有优势可以去影响他们的，不要永远关起门来，觉得我们就会被统战。说到统战我真的觉得我每天是被民进党的统战不统战，被他们的文宣部每天认知作战，这才是真的可怕。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520，这个上任周年啊，那 TBS 做民调，其实一定还有比较在做的，像美国川普也是哈，百日也是哇，大家各个媒体在做民调哈。那这个民调是从5月2号做到13号，怎么做这么久？通常2天就做完了。我想因为手机，它的这个1048个有效样本里面呢，手机占了531，就超过一半。手机做民调很难做手机打去啊，我在开车。我在吃饭我有事情因为手机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你如果打到家里，他很可能在家嘛，他比较能够接电话。但手机的话是非常难做的哈。盖洛普曾经跟我讲，他们曾经有一个访员做了1天1个都没成功的，做了1天手机打出去1个都没成功好，那么因为成功是一定要做完才算就算接了电话我没时间，这也不算成功好，我们看这个民调的结果那快1年了520就1年嘛满不满意那满意的就是现在这次满意的32%，不满意的55%，跟上次比差非常远那这个上次在赖17项国安策略的时候呢，满意的还有40%，一下掉了8%到32%。当时呢不满意的只有40%，现在不满意超过55%。跟他就职100天来讲呢，当时满意的也是40%，但是呢不满意当时只有32%，现在不满意高到55%。换句话说呢，这个100天跟365天差得非常多增加不满意增加15%我不知道赖清德看了会作何感想了那因为民调不是只有 TBS 做嘛，很多家都会做。其实民调的基本原则是说，你只要用相同的方法，用同样的问题，结果是一样的，最多就是在那个误差范围，那个正负3%之内我自己做民调是做到400点以上，跟做1000点是一样的。
几乎都差不多了。你只要抽样抽得好，那川普的民调，人家最近不是回升到44%吗？原来这个42%，全美国也不过就做了1100点。美国3亿3千万人口，抽样抽得好，我抽1000点就已经误差正负3个百分点啊，就是这样。当然你样本抽不好，乱抽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哈。那另外呢，他们就比较了哈，当然是以前的民调跟现在的比，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4个总统。那在做这个周年的时候呢，李登辉满意37%，不满意48%；陈水扁满意41%，不满意46%；马英九满意38%，不满意41%；蔡英文满意28%，不满意56%；赖清德满意32%，不满意55%。也许赖清德会说啊，我跟蔡英文的时候比，满意还比他高4个百分点哈。那好，那么这个赖清德不满意55%，第一次超过，对他来讲第一次超过50%啊！而且我们看他最的年轻族群，20到29岁的哈，20到29岁的在100天的时候满意32%，现在满意只有26%。哦，这20到29岁在100天的时候呢，不满意33%，现在不满意51%，所以对年轻选民的不满意超过一半。我觉得赖清德自己要警惕，他当然可以说，哎呀，CBS 有机构效应啊，我不相信啊，抽样问题了，你可以的，你爱怎么讲怎么讲，但是你自己去做一个嘛，你自己做一个，你自己参考嘛，好。另外呢，这个50到59岁的呢，原来满意的39%，现在满意只有变27%，不满意原来39%，不满意变成63%啊，所以这两个族群是比较明显的哈。那其他族群也都是了啊，各族群满意度都下降，不满意度都上升。都上升啊。那另外呢，这个政党比较了，民进党的支持者对他还是很支持的。原来满意82%，现在还是82%但是不满意的也增加了3%，增加比较少。我觉得最主要是中立选民，要看中立。中立选民原来满意29%，现在只剩下24%；不满意原来22%，现在增加到59%。中立选民这个变化非常的大哈。那另外呢，就是行政院团队卓荣泰满意的呢只有30%，不满意的58%，跟这个就职100天的时候呢，满意的时候还有36%，不满意只有43%，现在到58%，增加这么多哈。那这是内阁哈。那另外就是分类来比了哈，就是赖清德的方向到底对不对？带领，因为总统是一个舵手带领国家朝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哈。那认为这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向跟不正确的方向来做比较哈。那我们看看周年呢，认为他的方向正确只有36%，认为方向不正确的49%，就是从当时国庆演说到现在已经增加了17%，认为方向是错误哈。那另外呢，对于未来的表现有没有信心？因为现在台湾两岸的问题啊，这个关税的问题啊，贸易的问题啊，经济的问题啊等等，能源的问题啊等等啊。那有信心的只有38%，没有信心的57%。那这个有信心38%跟他选举得票差不多了，选举就得40%的票那他现在看起来巩固那40%目标就好了哈。国防因为现在增加国防预算了等等，满不满意国防？满意的46%，不满意的46%，刚好一样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到底满不满意46对46两岸关系满不满意？满意的36%，不满意的58%，认为两岸关系越来越倒退然后呢，这个美国关税风暴要来了有没有信心？有信心的34%，没有信心的59%那另外呢，这个大罢免支不支持？支持的30%，不支持的58%当然就是说这38%如果都去投票，就过25%了。那就看这个不支持的到底去投还是不去投。我们看一下 Taiwan, where they took all of our computer chips and semiconductors. 这思维在川普脑海里根深蒂固，就算总统3月才出席美商的献年饭。Taiwa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for the U.S. Yesterday, Taiwan Semiconductor, the biggest in the world, announced a $165 billion investment to build the most powerful chips on Earth right here in the USA. 这是台积电的时刻，也是台湾的时刻，更是台美关系历史性的时刻。赖政府打出共创双赢牌，但生意人出身的川普似乎没在 care。But 64%,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32%. 台湾没有计划采取
关税报复，台美双方零关税开始谈起。花不到半年，川普早已伤了台湾人的心。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4月底的民调对比去年7月和今年4月，问台湾人：美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吗？不信任的从24%增加近14个百分点，信任的直接掉了10%。我们访问调查这份民调的学者。There's been so many stories involving Donald Trump, whether it is tariffs, whether it's his talk about TSMC, whether it's his talk about how Taiwan should be spending 10% of its GDP on defense spending, that from a public opinion perspective, it's very difficult to pinpoint what exactly Donald Trump has said or done that has caused this decline in percep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只是民众的焦虑感会否也来自赖团队？虽说有对美经验丰富的萧美琴和吴钊燮，但川普2.0可不同。台湾都是全球和区域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是棋手，不会是棋子。这句话，总统从川普刚上任喊到现在，只是此时的美国非彼时。川普至今未松口或表态对台湾的安全看法，也因此能解释为何焦虑感暴增。川普2.0这份试卷，赖总统目前考了5个月，证实没看到抓住川普的胃。赖云哲，当然这个 TVBS 民调做出来，对赖清德总统的这个数字是很不好看的，然后他可以说是机构效应。可是我们看一份民调，我们也可以看趋势啊。像一开始他就职100天哦，那时候其实我们台湾民众对他的不满意度不算高，大概32%左右。但同一个机构做出来的，到现在的不满意度已经到55%了，已经过半了。所以同一份民调做出来，它的趋势就是大家对他执政1年不满意嘛。而且他的不满意是反映在各项，只要是跟民生有关的，几乎都不满意。比如说拼经济，高达快60%不满意；然后两岸关系58%不满意，能源也是50几%，全部都是高达50几%。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啦，因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他就职这快1年多来，到底我们的政府有推了什么福国利民，或者是跟民生有关，真的照顾大家的案子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每天都是斗争哦，然后罢免对立哦，就是这样啊。现在我自己认为啦，现在台湾的社会氛围应该是这10几20年来最对立的时候，就是走在路上好像就可以鼓励人家呛人啊，呛了之后好棒啊，你做对啦，就是要这样。就台湾现在整个社会变得非常的分裂跟不和谐啊。那正常来讲，一个总统作为一个总统。所有的人，不管是有投票给他或没投票给他，都是他治理的国家的人民。可是现在好像只顾当初投票给他那一群人，没有投票给他的就是要斗，就是要斗。然后我们的行政机关在川普公布关税政策的时候，他还不放弃要去搞对立的机会，还跑到各区去办大型的造势，然后就针对在野党不断的造谣抹黑，然后搞罢免。我觉得这个会是一般人民期待的总统的样子吗？然后赖清德总统呢还讲说啊，这些纷争都跟他无关，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我就问，什么叫更大的民主啦？罢免吗？罢免是更大的民主吗？但是罢免的制度，到时候投出来的票根本就会比我们去年大家选举出来的票低嘛。他们现在就是要利用罢免门槛比选举门槛低这个机制上的漏洞，来推翻去年的选举结果啊。那如果这样子罢免叫做更大的民主，那选举到底是选假的吗？不然民进党党团也可以跟国民党党合作啊，大家一起把总统的选举罢免法修宪啊拉低一点啊，否则的话罢免赖清德不可能啊。罢免赖清德立法院要2/3同意，现在民进党在立法院就超过1/3，所以这个罢免案永远都出不了立法院啊。那赖清德如果认为罢免是更大民主，那大家一起来修宪嘛，让罢免赖清德可以交给公民来投票嘛。所以他讲的话都是政治语言，都没有让大家感觉到政府真的有在关心人民，或真的在乎人民。好吧，这个因为赖清德就职1周年的民调 TBS 刚出来了哈，我们下一节继续讨论，休息一下再回来。好 ，TBS 做了一个民调，手机跟话机两个各占1半哈。赖清德就职100日跟就职周年哦，看起来呢信心降低哦，对他的满意度降低，那没有信心跟
不支持度这个不满意度升高蛮多的啦。伟山怎么看？是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数字啦。不管是在内参民调或是这个外部的民调，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满意度大概是在4%到5%之间。不过每一个民调其实都有它这个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所以我们当然都还是尊重每个民调做出来的数据。那基于整个赖政府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就是基于每个民调，他还是会去调整自己的整个做法，但也会谦虚的接受。那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确实这个赖总统在过去一直以来都维持一定的满意度，也是因为我们持续的在守护台湾上面，或是守护台湾的主权立场，甚至民主上面，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松懈的。那尤其是在朝小野大一个非常辛苦的政治环境当中，我们也是尽可能要让执政可以变得顺利。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人民对我们来说，基本上他应该是满意的。那我们会继续加油。基本上对了，伟山讲里面说，过去都是40、30及40左右，但是现在突然在周年的时候呢，降到32啊？为什么这个突然下降啊？因为如果说它有机构效应，原来应该都是30几啊，那原来其实都在40左右啊，40两次都40哈。来，蓝轩怎么看？我也觉得，我觉得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说，他必须要去看这些参考了，因为事实上不只是 TVBS， 包括先前的美丽岛，包括了这个新台湾基金会尤英龙这个教授的这个，事实上呢，当然他们可能会做更新的，但在这个之前的话呢，他们事实上都已经交叉了。就是他的不满意度都已经高过满意度了，那满意度的话可能40没错，但不满意度可能更高，是破1半的哦。那所以呢，就 TVBS 来说的话，而且 TVBS 我们刚刚也讲了，事实上它是要做一个他自己的相关的延续的去做分析的。所以他先前的话呢，赖清德曾经不满意度只有32，也只有40，现在是55。他的满意度曾经有40、有40，但现在是32。对，插个嘴啊，就是说民调我们比，一方面是比不同民调之间的比，一个是长期累积看它的趋势了。对，所以呢，对 TVBS 来说，他曾经的赖清德的这个民调在百日的时候，在这个今天所谓的在17项是3月13号的时候，事实上都还 OK 啊，而且他是还打平这满意度跟不满意度打平，但是到了现在突然之间就升高了。那想过去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最主要就是大罢免吧，大罢免。但是我还试着去再往回想，我还觉得还算公允的地方还在于说，到底赖清德做了什么？您仔细回想。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刚才这个广告时候，大家还闲谈，在这个过去的蔡英文期间，在过去的马英九期间，上任第1年通常都是努力要拿出政绩的时候。所以当初的马英九做了什么？什么油电双涨被 K 的满头包。但事实上，他那个时候是为了是一个健全的相关的一个体制，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因为陈水扁那时候不涨很久了啦。对呀，而且好，那蔡英文那时候做了什么？他做了这个一例一休，他做了这个年金改革，都是要去做一些事情。但赖清德做了什么？赖清德做了什么？努力回想，你回过头去找啊，他在做的最多的就是。伟山刚刚有讲，他守护台湾民主。什么叫守护台湾民主？他非常的意识形态。我觉得他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最政治的总统。他从过去到现在这个1年的期间，他有任何跟公共政策相关的东西吗？唯一有的，你看这边，事实上 TVB 公允的地方也在这边。这个叫什么？健康台湾。健康台湾，大家对他是最满意的一个，就健康台湾。但是坦白讲，你要问我说健康台湾是什么内容，我也不太知道。那另外的话，他对于这个国防还算满意。那国防为什么？那当然捍卫台湾，你去加强台湾的防卫，没有人不赞成的嘛。所以这部分还算满意。外交的话呢，不满意度也还算 OK，51而已。所以呢，因为最近过去这段时间没有断交嘛，所以外交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的成绩。所以你仔细去看，其实这个民众在回答这份问句的时候，他的态度很符合目前我们所理解到的赖清德的一些施政。那真的不满意的是什么呢？很明显的，环保，尤其是这个相关的核能发电能源政策不满意，高达57。然后的话呢，像居住正义，它也最近房价比较低，所以其实大家也没有不满意，只有50。那很不满意的打诈，大家不满意57%。另外两岸很不满意58%，司法改革很不满意，最近的话这个风声鹤唳58%。然后的话呢，这个另外的话对这个关税战没有信心59%。那大概来说，不支持大罢免58%，所以很明显的会看得出来，真的有一些公共政策好像有一些就至少没有负面的新闻，或者说有在做的一些事情，事实上民众给予的答案是公允的。但他真正不满意的地方的这些部分，实际上都是最近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非常大的风暴的。而且我就说，在过去这段时间，他真正提过什么样的很让他印象深刻的改革跟公共政策？他最常提的就是有关于2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去年就特别讲这个东西，记不记得？那讲到说这个境外的什么实体，这个大概一连串以来，对于赖清德来说，去年把握住了就是10月10号这个相关的国庆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谈话，元旦
的时候讲了一个谈话，这谈话都是针对两岸关系，针对对岸的这个中国予以一个非常严厉的或者一个比较挑衅式的一个定位。所以这个到底叫做这个守护台湾民主，还是他其实过度的意识形态？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大家可以去公平的去评判一下。那我们今天选了一个总统出来，你到底要他做什么？他只做一些意识形态的事情吗？那请问你意识形态的事情做到最后，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真的宣布台湾独立吗？而且，如果说他现在是不是也就是在做一个所谓的他自认为的一个台湾共和国的总统呢？还是他在做一个民进党的总统呢？他是做一个试图做一个全民总统吗？所以他当选的数上也不过是40%的几的选票，现在一路做到30%的支持度，这是他真正想要的吗？所以我觉得对一个总统来说的话呢，你必须要去思考的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以大家的民生福祉，所谓的民生福祉，是我们刚刚念了那么多大家不满意的地方嘛？打诈的部分、能源的部分、空污的部分，然后呢，这个经济的部分、关税的部分，台积电呢不断的被挖角，现在上下游都要去的部分，这部分是真的大家最不满意的，事实上是这一个跟所谓的守护台湾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反而大家觉得说你搞得一团乱，还有包括这国会之间的严重的对立，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赖清德来说，真的不需要去思考，不需要去检讨吗？他还自以为自己还有40%的支持就算好吗？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我认为很多民调应该做内阁阁员的民调。我觉得这份民调太笼统了，我觉得应该是要改组的时候了。不管卓荣泰下不下来，但其他的阁员，我请问你，你认得几个阁员？你记得阁员做过什么事情？请做一份民调，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我认为那个应该大改组。不过他改组以后，大家还是不认识，还是不认识。来，志轩。这个我想赖总统跟过去蔡英文总统他们的执政，在节奏上面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大家回想赖清德第一任的时候，他是采取主动的攻势，不管是刚刚蓝轩姐提到的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等等，甚至造成在他要连任的时候，其实民调是非常低迷的。那个时候冒出了一个人要去斗他是谁？赖清德。所以这一届我们看到赖总统的第一任，虽然现在才1年的时间，这1年他是完全是被动的。所有你有印象的，不管是司法改革、财划法等等的相关改革，都是在野党在立法院主动去做推动。他们唯一做的只有2件事情：复议、释宪，没了，剩下什么？剩下斗。所以为什么今天赖清德即将满1周年的时候，他的民调数字是如此？我觉得完全不意外。那刚刚我其实认同蓝轩姐讲到一个，其实民众是公允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大家去看这个数字，针对外交等等。其实赖清德数字是不低的，这代表是什么？代表人民觉得说我们要一致对外，对向国际的时候大家是团结一致，你去努力做这个关于关税啊等等，或者是有汇率等等这样国际上面的效应的时候，你赖政府要做好准备，大家一起来面对。可是真正人民不爽的是什么？是你的内政最高的司法改革。过去民进党承诺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却司法变成打击异己的工具，这为什么是？会造成民众这么高民怨的关键地方。那所以我说，我觉得这1年下来，赖总统其实民进党自己也都常提到啊，主权啊、民主啊，都是用这些名词去 cover 掉在内政上面的不足。那民众真的需要的是什么？你改变我的民生嘛？你能源赶快解决好。到今天到底电价涨还是不涨？到底要怎么办？这才是民众想要知道的，而不是一昧的操作这个意识形态，这是没有用的。来，宜珍。刚刚伟山说，这个赖清德总统这个不满意飙高是一个少见的数字哈，我不知道伟山到底看了哪几份民调哈。我认为执政党呢真的不要偏听，而且呢，作为已经在台湾长期执政的民进党，他还是这么的自满，自我感觉良好。刚刚蓝轩姐跟世轩也都讲啦，执政党呢应该的就是要谦虚，然后要多多的检讨自己，然后为大家做一些福国利民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伟山身为民进党的发言人，却这么的自满，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们真的觉得令人担心又愤怒。所以赖清德的这些迹象呢，其实都有迹象。你不管看多份的民调，大概都是同样下滑的趋势。那如果你看同一份的民调的话，你也看趋势啊。TVBS 的民调做出来不满意飙高，这个就是趋势啊。所以像刚伟山说的，他们守护的是台湾民主，我倒认为赖清德现在守护的只有民主进步党。那我们也在说这个，这个卓荣泰这个内阁呢，到底会做到什么时候？我倒
要认为它会撑到大罢免结束，因为如果大罢免失败，或者说这个不满意持续的飙高的话，卓荣泰就有责任去为赖清德扛责，这个赖清德主席就不用下台。那大家刚刚也都分析了，这一年内这个赖清德跟卓荣泰到底做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民调的数据就可以知道，不管是总统的满意度、卓荣泰的满意度，或者说这个居住正义也高达50%不满意，维护外交大家也过半成的不满意。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倒认为赖清德政府真的可以做，因为这个已经有了过半的支持度，就是不支持大罢免的已经是58%。所以如果赖清德民主进步党现在可以停止所有的大罢免的话，保证赖清德的支持度就回到50%以上。很明显，过去将近1年来，我们只看到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我们没有看到中华民国赖总统。所以赖清德其实执行的还是他的总统包括党主席的事务啊。刚刚蓝轩讲得很好啊，过去1年来看到的是意识形态的多，实质件数的少啊。过去1年来都在清算在野党啊，譬如说刚刚在打诈的部分，民众不满意的高啊，可是司法检调只有在修理在野党而已。对于诈欺犯林炳文，大大的从国门跑出去了，现在跑到柬埔寨去，现在跑到 LA 去啊，检调有作为吗？还有诈欺犯钟文志跑到哪里去了？鲍鱼大王，这是在台湾内部都荼国人，诈欺赚了那么多人，大拉的跑出去，检调有力量有在查吗？检警有在查吗？所以把所有力量都在清算在野党，修理在野党，而且守护台湾，大家都台湾人啊，你不能说只有民进党才能爱台湾，民进党才是守护台湾，在野党都是中共同路人。我1999年开始跑新闻，我过去担任记者跑了10几年，我也跑过阿扁8年任内，我也跑过民党中央，我也跑过民党执政的总统府、行政院，我真的没有看过政治肃杀到像今年这个情况底下，连现在蓝绿见面很多，包括过去的议会老朋友，现在立法院见到，搞不好连点头打招呼都不会，肃杀到这个地步吗？所以你说内阁会改组吗？我觉得不太会。因为有赖清德主席这样子，底下包括内政部长啦，包括教育部长，每个都变成战狼部长了。包括刘世邦助讲的说您国民党、民众党蓝白就是假台湾币，这点够贵，这种话是一个内政部长该讲的话吗？还有包括教育部长，两岸学术交流完全禁止，这也是他该讲的吗？所以我觉得两岸肃杀成这样子，还有包括国内意识形态这么高的情况底下，赖总统包括赖主席的民调会下滑，那是理所当然了。至于说他520会不会检讨，我认为不会啦，因为他会认为说他的同温层那么高，同温层那么厚，他有需要检讨吗？他有需要在野党低头吗？所以在大罢免之前，我认为国内的局势会越来越肃杀。休息了再回来。好，那么周立伦今天陪洪孟凯扫街，洪孟凯是全国立委最高票啊，在林口地区等等哈。那说呢，这么认真的立委，他是蛮认真的哈，被罢免非常的荒谬啊。那李孝亮，因为昨天也是被记者问了，逼了啊，说你有没有什么党中央有没有帮助你啊？刘孝亮说我联络不到朱立伦啊，那所以呢，这个。朱立伦就说：“最后时间我们要团结努力啊！绿色恐怖弥漫全台啊！”那李孝亮这个，因为今天好像到中央党部还跟朱立伦道歉啊，说不应该要控制自己的发言啊。听说这个讲完以后呢，朱立伦被电话打爆了啊，很多党员打电话到党部去抗议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是不是现在传出检调下礼拜会收党中央吗？朱立伦说：“只有想不到，没有。”民进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哦。民进党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因为今天呢，这个屏东那个地方罢免吴丽华原住民立委的领先人张方硕也被检察官声押，另外2个交保哈。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已经全台湾哦，从这个屏东一路到宜兰啊，那几乎呢这不是收押就是交保哈。所以他就认为说，为什么这样检调呢？将来就会直指党中央，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个民进党议员说，刘秀燕曾经设死亡联署，蒋万安就问说，那你要不要大义灭亲，这个来罢韩团体？当时罢韩团体当时有95个死亡联署，有50几个这个伪造文书，然后呢有2万多个是在韩国瑜当选的第2天，他就那个
这个提议说要罢免他的时候，在这个当选的第2天的时间，那检察官就说领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领先人不会知道，所以5个被告只有传讯1个，4个传都没传，然后全部不起诉好，那么这个立法院现在延会到7月31号，为什么？照理讲，现在很多立委都要回去反罢要阻挡罢免了，说担心司法突袭，因为呢，宪法规定，立法委员除非现行犯，如果这个在会期当中要立法院同意才能逮捕，但是不是会期就没有这个保护了，随时可以逮捕你。所以呢，现在国民党有些立委就害怕说，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利用司法来突袭所以要开会开到7月31号，我们看一下。我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镜头前深深一鞠躬，罢免吴沛憶领衔人李孝亮，要跟党主席朱立伦说声拍謝。本人不当的发言，然后让朱立伦主席还有杨志宇发言人，然后在网络上受到大家的谩骂跟批评，我会以后会谨言慎行，尽量不要再讲述一些不适当的言论。因为罢免吴沛憶，2阶连署告急，对方还发文宣传有20位里长相挺，里面还有国民党籍最强里长方和生。李孝亮前1天自己跑到市议会求助朱立伦，表情还一度断线。我没有办法直接联系到主席。陆军、空军各方面都全力的来协助这个星期天。我们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有重要活动似乎要呼应520前夕，民众党518要办退货赖清德宣讲，蓝营反恶霸也开始陆空战齐发，朱立伦陪党籍立委扫街选区。我们也相信158000多的选民会再一次的在第3阶段投票的时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来肯定一个认真做事的委员。但蓝营也面临内忧外患，检调侦办幽灵连署，屏东领衔人张方硕也被检调申请羁押，下一步被解读剑指党中央。民进党会做什么事情，只有你想不到的，他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你罢蓝，就是一路开绿灯。那如果今天是要罢绿那罢绿的话，全部通通都要办。党中央与检调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来，世轩，这个我觉得我是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叫李孝亮会在记者会上面去道歉，我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在第一线作战的，不管是领衔人或者是志工团体，其实非常的辛苦。其实像在中正万华，我就看到我们宜轩之前这个赵大哥也有到中正万华去帮忙，其实他们在街头上第一线是非常辛苦的。那你说有没有澳援，或者是说党中央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协助？我认为多多少少，不管多不管少，对于他们来讲，那都是很大的帮忙所以他可能一时讲出了他的感受吧，我不知道。但是这样子的画面道歉，其实我觉得是不利于这个观感的。那很多国民党人一定会很同情这样的年轻人，所以面对这样大罢免的时候，其实国民党应该要赶快调整脚步。那当然，民众党也不会置身事外。其实我必须要讲，我们那时候上凯道是426，其实426过后，我觉得效应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大。也就是说，当天有很多人聚集，25万人没有错，大家为了愤怒站上街头。但是过了之后呢，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一样疯狂被抄，到处逮捕。现在真的是快绕完一圈了，都已经最南端了。再回来会不会到中央党部，没有人知道。那接下来可以做什么？这个是我认为朱主席可能要发挥他的智慧的地方，因为现在他可能行走在基层去每个立委辅选，但我认为身为党主席应该可以有更大的格局或者是力量，定出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这才是国民党现在需要的。要不然这样子真的是无止境的这样蔓延下去，真的对台湾来讲是很大的撕裂。这整天在路上，洪孟凯的选区是林口。我的家人就住林口，我每次去都看到一堆的那个宣传车在路上开那个铁喇叭，这样子讲说为什么这个立委很烂，罢免他。哇，那个民众真的是扰民，再下来哪来那么多钱？我真的不知道，我们选举都没有那么多宣传车，搞一个罢免可以有这么多的宣传车，所以这个国民党定出
战略方向、战略目标，然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这才最重要的。来，伟山。李孝亮在这个记者会上道歉那个样子，会让我想到周子瑜那时候被道歉他感觉也是万般的不愿意，应该也是承受很大的压力啦。毕竟他现在还是必须跟国民党保持一点距离，不然国民党现在确实因为这个抄名册的这个关系，当然很多的地方党部都有被抄。那我们现在看到朱立伦为了去切割这个关系，频频说这不是这个明明就是民进党的问题，把问题都丢给别人哦。可是我们认为说这个其实叫做司法干预了，他用这个政治的手段不断的去泼脏水，对检调去抹黑。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本身的清白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他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告诉大家我没有，可是实际上很多的证据都抓出来，在各个党部之间确实都有抄名册的状况。那其实可怜的是这些年轻人因为最终如果要背上这个刑责，其实也是年轻人。所以我们看到像在高雄这个被关押之后，爸爸跑出来说我们就解散吧，或其他的这个党部其实大概都有类似的状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国民党真的是不要把年轻人当作是一个免洗筷用完就丢，然后就为了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我想国民党的支持者是不会接受的。就那个李孝亮，他确实很孤单因为他们那个整个团队被检方约谈之后，要求彼此不能互相联络，所以本来他们团队是好几个人呢，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团队通通都就剩李孝亮一个人。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还是一个人在总部，就空荡荡的。那所以李孝亮大家能够去帮忙，就尽量去帮忙。那爸吴思瑶那边也是面临到一个困难，就是说，因为张科进不见了，然后他现在要用鲑鱼计划嘛，要用2000多个提议人，然后去换那个领先人。但是中选会很奇怪，现在一直不公布那个作业办法，就是说，那这假设2000多份提议书的同意已经拿到了，谁可以有资格去送？那送2万多份。要送2万多份，第一阶段提议，第一阶2000对，2000，你说那个一半的，对，一半的，谁可以去送？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提议人又不见，那不见的时间是多少？办法要出来，办法没有办法。然后中原会就假装没看到，感觉好像要利用这种方式去卡他们不能换提议人这件事情。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青鸟还在护航，说去跟那个赖以任说。办法你要自己想你怎么会叫中选会来提嘞？不是那是作业办法。就是说，常常就是他们在罢免已经够累了，还要面临这种很多无脑的质疑。那他们现在也就是因为领衔人的问题一直搞不定，所以联署现在还差12000份，因为他大概预计是连到5月20号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爸吴大家也要加油啦。吴思瑶常常攻击我他说我很混什么之类的。昨天有一个青年军，我们青年人看不下去，去统计我跟他的咨询跟提案，我都是他2倍以上。所以吴思瑶每天都说要罢免我的话，那请大家更要加把军罢免吴思瑶，因为他实在太造谣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张方硕就是已经就是羁押禁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所以今天这个国民党的记者会原本的主题是说大家我们要公布这个罢免联署的地图然后青年团协助收件我们还出了这个 NFC 小卡去讽刺这个赖清德政府，因为只有天安门能超越赖清德，跟着赖主席走前途一片绿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图片。那所以呢，现在尽管孝亮这样子的行动很孤单，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一起来帮他的忙了。来明显，司法要让人家信赖的，而不是只有清算在野党而已。